听。3个月，本宫浑身恶臭，羞于见王爷3个月。一群废物！3个月来找的香缇秘方，没有一个能用的。我看你们也不用在跟前伺候，全都丢到乱葬岗去喂野狗！王妃，您别生气，这是由数万朵玫瑰花制成的香汁，一滴可抵万成的量，定能压住你身上的味道啊！这是西域进贡的香粉，听闻只需指甲大小，便可飘香10里，萦绕10日不散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难道要本宫自己续香吗？你过来。本宫身上的臭味被盖住。王妃饶命！王妃饶命！王妃饶命！你在这实话中的才这样的。怕什么？不会把你保护的。直接把他做成人质，扔到畜生堆里。太太一天天给他医治，别人他死得太快了。王妃饶命！王妃饶命！马上就要中秋家宴了，要是还没有法子，就给我死！谁能想到这个比乞丐还要臭的人，是曾经不可一世的端王妃。自她当上王妃后，到处搜集民间异方来维持美貌，却误食了包着孽胎的饺子，身缠孽缘，导致浑身恶臭，终日不散。王妃，奴婢有一个法子。你要是不管用，你就跟贱婢一起跟畜生抢食指。疯子，他的办法就是做个臭呼呼。算了，我们该拦着他的。等会王妃更生气了，牵连到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么臭，你是嫌自己死得太慢了吗？谁？快去找谁啊！给我上！王妃这味道，王妃，是您身上的香味。这味道沁人心脾，香而不妖，简直令人闻之欲醉。王爷定会对您极致宠爱的。此香唤作月尽沉香，需要高温才能激发出香味。方才奴婢多有冒犯，还请王妃恕罪。赏！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本宫的一等丫鬟。多谢王妃。
你这张脸很是眼熟，我们见过。眼熟，那是因为我爷爷死在了你的手上。我和爷爷都是沈氏调香术的最后一个种。你又用调香术了？爷爷跟你说过，这调香术虽然威力无穷，但究竟它还是阴损之术，会折你寿的。你忘了你爹娘是怎么死的？啊！谁让他们砸了你的摊子？小燕秋，你答应爷爷，以后不能乱用。知道了，爷爷。却被段王妃召唤去调香。爷爷，啊，我听说这王府的桂花糕香甜可口。你个小馋猫！啊，爷爷一定给你带份回来啊！好，那爷爷，不料段王妃生性残暴，本宫听闻有一秘术，只需引人入香，便能盖去本宫身上的气味。你可会？此法为天道，为人伦，不可乱用啊！草民愿为王妃药浴9981天，银针固体81天。本宫要即刻见效。恕草民无能。银锁，把他拉下去，一刀一刀的凌迟。就不信他不张嘴！哎，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老东西，就不信撬不开你的嘴！等我再见到爷爷时，他早已……老东西，死活不开口，骗得我手都疼。就是，能照顾王妃是你的福气。我呸！爷爷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爷爷，爷爷，我带你回家，我带你回家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。爷爷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。王妃问话。回王妃，王妃容貌异丽，身姿绰约，若是奴婢见过王妃，定会念念不忘的。你倒是伶俐，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沈燕秋。从今以后，你每日来给本宫熏香。谢王妃。孙令伟，调香术的存在本就违背天道，使用者必遭反噬。月尽沉香名字虽美，但极寒极隐，会从肉到骨，一寸寸腐烂你的身体。就算我死，也要将爷爷所承受的痛苦加倍还给你。血债就用血来偿。真香，真好看。王爷给我种了我最爱的海棠花。侧妃，王妃院子里没人能治得了她的恶臭之疾。听说昨夜又大闹一通，奴婢每每经过，都感觉喘不上来气，快窒息了。我要是他，就少发点火。都快30了，昨晚闹那么一通，不又得多长几条皱纹啊？他一个乡村之妇，没见识，没家世，没才华，要想稳得住他那王妃之位，不就得多在容貌上下点功夫吗？可惜呀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
说来也奇怪，王爷到底看上他什么了？这么多年待他如初，这宠爱更是独一份啊！这，还不是因为王爷5年前进京念圣时，不小心坠入了凌云山，被那个贱人所救。等王爷醒来时，便对他一见钟情。凌云山，那不是我采香料的地方吗？侧妃不必担心，王妃她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承宠这么多年都没怀上孩子，您早晚要取代她在王爷心目中的地位。王爷跟本宫情比金坚，岂是你一个贱人能取代他？看本宫怎么教训你！不急，本宫已有3月没来月事，等到中秋家宴时，本宫才告诉王爷这个喜讯。那王爷将迎来他的嫡子啊！要是坐上这王妃之位，您肚子里怀的可是嫡长子，这可是上官龙种。她一个患恶臭之症、老无所出的女人，拿什么跟我争啊？要是这个孩子出生，那本宫以前有爷爷在，我不敢擅自用调香术。现在我会将所有的阴寒方子在你身上用尽。居然比本宫先一步怀上孩子，能怀上孩子算什么本事？能生下来才行。对，我不信侧妃能事事周全，衣食住行总是会有纰漏的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，给我办的周全一点。是。苏令薇，想不到你连未出世的孩子也不放过，我一定会让你和你的走狗全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可是本宫的脸，还有本宫的肚子，不够，根本不够，根本不够！我目光要相机逼人，还要重回2八年。王妃，您别生气，您还有王爷的宠爱呢。你有法子让我变年轻，对不对？上钩了。奴婢是有，不过需要月余的时间来调理。废物！马上就是中秋家宴了，侧妃那个小贱人肯定会宣布她怀孕的事情。你要让本宫顶着这张老脸彻底输给侧妃吗？你赶紧给我想法子，要是想不出来，我现在就刺死你！奴婢家中调香术记载了一门奇香，叫锁魂缠梦，女子用后不仅容貌更盛，男子沾之蚀骨销魂，且同房必得灵儿。多久见效？本宫等不了了。能赶上中秋家宴，且用这个法子生下的孩子，比寻常孩子也长得快一些，不消半年便可诞下。王妃，按照您的受宠程度，世子肯定是您先生下来，到时还疼吗？你可真是本宫的小乖乖，下次有这样的好法子啊，记得早点拿出来。奴婢遵命。这个方子能一举得男不假，但肚子里怀的是什么怪物，那可就说不准了。而且，这将会是你此生唯一一个孩子。
身以往了，奴婢都要拜上您了。好了没呀？本宫要去看看那个贱人能矫情到几时。王妃，您现在真是奴婢见过世间最美的女子。中秋佳节，王妃携上一株桂花，王爷定分不清您到底是他的妻子，还是嫦娥仙子。算你机灵。此次家宴，除了王府上下外，还有王太后和其他交好的王室亲眷。要是你在他们面前变成满脸脓疮的怪物，你的王妃之位，怕是真的要坐不稳了。本王已数月未见王妃，不知她恢复的如何。王爷，妾身近日路过王妃院中，总是能闻到一股恶臭。外人都传啊，王妃坏事做尽，是被恶鬼缠身了呢。放肆！是王妃当年为了救本王留下的救济。王妃救你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若真是救急，岂会现今才复发？我儿正值壮年，可王妃年近30，还无所春，如今又出了这档子事儿，恐怕她也难当王妃之位。以本宫所见，不如封侧妃为正妃。不可！你也知道，当年要是没有王妃，本王就……这么多年来，又是华夷锦服，又是奴婢成群，今天中秋家宴这么大的日子，她还敢缺席，看来是不把本宫放在眼里。母亲，王妃莫不是自知患有恶臭，又容貌衰老，羞于来见您呢？住嘴！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吗？王爷，不知怎的，妾身闻着今日的饭菜，总是想吐。侧妃的月事，莫不是……母亲，妾身早已问过大夫啊。其实啊，妾身早已……王妃到。王妃，你的脸怎么变成了如此这般？王爷，您听妾身……王妃小心！你的这个丫鬟，王爷，王妃，你的脸比我初次见你时更加精致了。这个贱人做了什么？这么短时间居然变得如此貌美。先让你得意一下，等到你怀上了小怪物，我才好让你彻底跌入谷底。连蝴蝶都引亲我，真沁人心脾。王爷，这是在为什么？那等回家再说。她就是那个新来的丫鬟，做事还算机灵，没有让王妃摔倒。把脸抬起来，我看看。为什么我觉得她如此面熟？奇怪，总觉得我跟这个丫鬟似曾相识。你与本王是否见过？回王爷，王爷，她就是一农户家的丫头，怎么可能跟您见过？苏令薇，你如此惧怕我与王爷相处，莫不是还有其他原因？王妃，当年你在灵云山救本王时，本王给你的玉佩，妾身之前跟你说过了，当时为了帮王爷回家，把玉佩丢在山上了。王爷这个时候才提起，是又要责怪妾身吗？怎么会？本王只是看到了那束桂花，便想到了当初。王爷，侧妃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如此面黄肌瘦，不像本宫，这
这要是传出去，还以为王府苛责了你呢。哎呦，王爷，你可得替妾身做主啊！侧妃的月例银子，妾身可都是按时发放了的。王爷，妾身今日确实有点食不下咽，可能是因为……行了，这是家宴，王妃匆匆来迟，还与侧妃争吵，是存心让本宫生气的吗？母亲息怒，妾身身子刚刚稳定，所以才耽误些时辰。侧妃，你刚刚要说什么？母亲，妾身近日确实有点食欲不振。母亲，王爷，请恕妾身失仪之罪。妾身最近刚刚诊出了喜脉，所以在院子里将好养了几个月，等胎相稳了，才敢从院子里出来。什么？王妃，你所言是真？你当真怀孕了？母亲，王爷，你们要有小世子。快，儿啊，快送王妃回院里休息，都是有身子的人了，好好在府里躺着。王爷，母亲，行了，咋咋呼呼像什么样子？最近不许去触王妃的眉头。对，娘本王很是欢喜。王爷，先去沐浴吧。王爷，等你沐浴完，妾身有惊喜的。好。小贱蹄子，今天第一次见王爷你就忍不住了。王妃恕罪，奴婢只是担心你会摔倒。你与王爷天作之合，奴婢不敢。夏荷，给我把他的香料全都用光！王妃，你要做什么？别以为本宫不知道，你所谓的调香术，全都写在这本书里。你去搜我的房间。现在本宫拿到了你唯一的依仗，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留在本宫这里？看你有什么胆子留在本宫身边勾引王爷！王妃，书上有个方子，说只要用了，那处便会紧致如初次一般。奴婢现在就为您调制。王妃，你不能用这些方子。再多说一句话，就让人拔了你的舌头！把他送去刑房，好好教教他规矩。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肖想王爷？王妃，苏令薇，调香术的秘诀从不在那本书上，而是我沈家血脉。用了别人调的香，只会让你反噬得更严重。我倒要看看，王爷看你这张长满皱纹和脓疮的脸，还会不会爱你？来人！王妃，奴婢现在就为您调香。微微，本王来了。王爷来找我玩呀！本宫现在貌美异常，内处紧致如初，还有了这一举得男的意蕴体质，王爷定会永远爱我，旁人再也无法勾走他。王爷，快来呀！王妃一会儿会需要我的，你不能动我。还在虚张声势，
现在调香术在我手上，以后啊，我才是王妃身边的红人。王爷，快来呀！菲菲，那你可要给本王藏好啊！王爷，我在这里。王爷，快来抓我呀！王爷，你在哪儿呢？王爷，我在这里。王爷，快来！你不能动我的手，把你这双手废了，看你还怎么在王妃面前卖乖！王妃会罚你的。就快了。王爷，你到底能不能抓得到人家嘛？薇薇，什么味道？怎么那么臭？薇薇，怎么了？王爷，薇薇，你身上的味道，还有你的脸。妾身突然身体不舒服，今晚可能不能跟王爷一起。怎么回事？大概是5年前的伤还没好全。真的吗？让本王看看。王爷，没事的，妾身休息一晚就好了。可王爷，妾身困了。好，那本王就先离开了。如果后面还有不舒服，记得一定要让丫鬟通报。你死！怎么了，王妃？快去把陈燕秋给我叫回来！是。现在听说我在王妃面前让你一命。沈烟秋，你还在这儿装什么呢？住手！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把他手搞成这样了？调香术都到手了，还管他的手干什么？王妃要他调香，快走吧！你别得意，等会儿我会把你的调香手法全都学到手，王妃是不会罚我的。敢动我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是你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奴婢惹王妃生气了。你们上点心。王妃5年前为了救本王，身患重疾，现如今又旧疾复发，你们都给我好生伺候着。是。去吧。王爷对苏令威果然是用钱之神。微微，当年若是本王早一些复明，也就不会一个人拖着我下山。当年我救的那个人，居然是他。公子，公子。如果没有快乐的记忆，怎能穿越悲伤的境地？两句冰冷无情的珍
是否能度过雪季？冷风中，长夜里，拥抱着残留的暖意。公子，你觉得如何了？姑娘，是你救了我。我以为吧，四海请你把这个收下。我不能要。姑娘，哎呦，丫头，快点来！姑娘，爷爷，你把它拿好。公子，你等我半个时辰，我带你下山。姑娘，把它拿好，这是我的硬币，把它拿好。姑娘，爷爷，姑娘，我只能给你这个，把它拿好。姑娘。千年，这个玉佩原来也是你的。愣着干嘛？若记不回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晚。还不快进去！苏令卫，我找到扳倒你最大的门派了。本宫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回王妃，调香术是我们沈家的独门秘术，非我族类用此法调香，必遭反噬。本宫调香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奴婢想说的，但您说再说话就拔了奴婢的舌头。算了，赶紧给本宫调香，本宫还着急怀小世子呢。奴婢的手伤了筋骨，短时间内无法调香，而且您的脸和身材才刚调理好就遭到反噬，想要恢复需要月余。谁给你弄的？王妃，沈烟秋在牢房仍不知悔改，奴婢才给他上刑了。本宫只是让你教训他一下，没让你把他手给弄废啊！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。王妃，我知道错了。磕头有什么用？磕头能让本宫的容貌如初吗？磕头能让本宫怀上孩子吗？能让王爷对本宫的爱如初吗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子啊？有是有，只不过不过什么？此法需以人入降。以人入降？是，王妃，这世上可有仇恨您之人？侧妃那个贱人不就是吗？他巴不得见本宫不好过。此香唤作涂山饮，一股相思，二股锁情，三股醉恋，堪称香中之王。此香一成，只需要一滴，莫说是王爷，便是恨你入骨的仇人，也会无法自拔的爱上你。只不过，此香有悖人伦，以人制出的香，更是与沈氏的祖训相悖。苏令卫，终于能让你成为满身都是脓疮的怪物了。违背祖训是不假，但那是因为涂山饮效果最猛，毒性最强。你以前所用的香只会毁掉你的脸，再加上涂山饮，全身上下不会再有一块好肉了。行了，不就是人吗？那王府里杂役的小厮多的是，他们的命又不值钱。非也，杂役小厮整日做些粗活，又用不上昂贵的香料，以他们入香，又怎会有奇效？要用皮肤细腻白皙、喜爱脂粉的女子，再加上她们与生俱来的女儿香，这种女子都是世家小姐，本宫上哪儿给你找去啊？
王妃，您身边的大丫鬟的吃穿用度，可不比寻常世家小姐差。王妃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，对你是最忠心的，王妃。夏荷，你之前不是说愿意为本宫上刀山下火海吗？怎么，本宫只是要你一条命，你就不情愿了？你身上这么多条人命，一个是死在你的手下，你死不足惜。沈夜秋，你肯定还有其他想的啊！我给你道歉，好不好？沈夜秋，你这个贱人，不就是抢了一下你的手吗？够了，把他拖出去！苏令伟，我替你伤了那么多人，居然让我去死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太吵了！苏令伟，清算开始了。微微，微微，你最近身体好些了吗？本王让太医为你煎了一副药，我现在可以进来吗？过去督脉，手还有多久？应该还有2日。王爷，妾身还得再休息2日。妾身给您准备了个惊喜，您先去处理公务吧。好，那本王过2日再来看你。你这几日先休息着，不用在面前伺候了。是。燕秋啊，来，这是爷爷给你的生辰礼物啊！哦，爷爷，这不是珍品坊的衣裙吗？啊，这一件可是抵上咱们1年的收成呢。哎，难怪这几日你总是半夜才回来。啊，爷爷，我不要什么生辰礼，我只要你好好的。燕秋啊，你爹娘都不在了，你跟着我受苦了。爷爷，我一点都不苦。拿着，啊。爷爷，这件衣裳是你送我的生辰礼，这么多年了，就算这坏了，我也没有舍得扔。现在，我要用这件衣裳来为你报仇。微微，如果本王早知道你救我会让你受那么多的苦，那我宁愿你从没救过我。微微，是吗？
微微，桂花，你当时就是用桂花给我疗伤的。微微，我是喝醉了，还是在做梦？公子，微微，这就是你为我准备的惊喜吗？我很喜欢。我等你来找我。苏玲妹，看你这次怎么躲得掉？微微，等等我。微微，我来了。王爷，你今晚给本王准备的惊喜，本王很喜欢，好像又回到了第一天爱上你的时候。现在可以让我进去了吗？今晚，本王一定要见到你。王爷，妾身最近一直在院子里养病，惊喜还没准备好呢。微微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吊着我，再不开门，我就踹进去了。王爷，快从后门出去，把沈燕秋叫过来。王爷，妾身就在这门后，你忍心踹吗？本王当然不忍心，但微微，你难道就忍心又一次把本王拒之门外吗？王爷，快点给本宫调香！可奴婢的手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微微，我要进来了，只数3个数，3、2、1。你们把门给我堵住！微微，微微，王爷，王妃风寒未愈。风寒未愈，本王更要见到他。今晚我可是给陆时眼下了一剂猛药，看你怎么逃过去。王爷，王妃为您准备了雨前浓酒，您喝一杯。怎么，不想让本王见到王妃吗？奴婢不敢。微微，你怎么还背对着本王？微微，苏令薇，陆时眼看到你这副怪物面孔，你的王妃之位还坐得稳吗？你，微微，你调皮，到现在了都不让我看到你的正脸。王爷，既然已经见到妾身了，就赶紧离去吧，省得妾身把病气过给您。王爷别过来！对，王爷，王妃的休息时间早就到了，再耗下去不利于她养病。那本王可以再来看你。恭喜王爷！快来给本宫调涂山饮。是，不过奴婢的手伤尚未痊愈，制作过程会消耗不少，
这次涂山影的用料恐怕只够5日。王妃，反正他的手就多1日就好了，要不等1日，也等不了了。明天王爷要是还来怎么办？5天也够把宫找到一个入乡的人了。王妃，这就是奴婢所说的无法自拔的爱上你。去，给我把王爷叫过来。是。好香啊！王爷，微微，你好像变得更美了，本王越来越喜欢你。王爷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微微，几日不见，你怎么越来越迷人？本王爱都爱不够。这2个人，你给本王的惊喜太多了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之前借我穿那件衣服太破了，扔掉了？怎么昨日本王还见到你穿上为我跳了一支舞？哎呀！姑娘，你来接我下山。对。你的衣服怎么都换了一身？我那身衣服不能穿了。也对，我思索了半晌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如果姑娘尚未婚配，可否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微微，微微王爷，你昨天来找我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，你都喝醉了。王爷，妾身就在你面前，你又何苦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呢？苏柳薇，比容貌尽毁还让你痛苦的事情，应当是陆时衍不仅不爱你了，还弃你如敝履吧？我一定会给你加倍的痛。这涂山饮果然管用。王妃可得小心点儿，你还用了锁魂禅梦呢，这肚子呀早就穿上小世子了，而且一定会在侧妃生产前生下来的。赏！
奴婢谢王妃赏赐。笑吧，到时候你这个大怪物生下个小怪物，那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本王竟然在王妃的院子中厮混了5日，定力怎么这么差？离开了王妃，这定力又回来了。难不成前2日真是本王喝醉了？微微明明来过这里，为何不告诉本王？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了，苏令伟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圆谎啊？王妃怎么了？本宫刚刚差点以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怪物。王妃说什么呢？你现在呀，美若天仙，任何一个女人呀，看到你都会嫉妒到发狂的。苏令伟，你可没看错，准备好当一个怪物了。下一个入乡的人找到了吗？微微，本王近日腰酸背痛，不知你有何法子？王爷，人家又不是大夫，所以只能帮你按按啦。是吗？本王记得当年在凌云山上，你为本王采药敷药，本王还以为你懂一些药理。山上有什么，妾身便采什么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这个是本王找人为你做的衣服，十分的衬你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王爷，人家现在有了孩子，怎么能给人家布料那么粗糙的衣裳？你当真不喜欢？你再看看。微微，本王不想还你。王爷，人家现在是端王妃，穿成这样要出去被人耻笑的。本王改日再来看你。王爷！苏令伟，你要是发现王爷爱的不是你，你一直妄图得到的荣华富贵，全部变为过眼云烟，你会如何？崩溃？发疯？还是痛苦的想要去死？我可不会让你死得这么轻轻。王爷怎么会突然这样？他以前不这样的。难道是说今天没有用涂山引对？对，肯定是这样的。人找到了吗？奴婢马上去找，3天内一定找到。3天？太慢了，本宫今天就要用。王妃，那您的意思是？银锁，你之前不是说想要永远陪在本宫身边呢？本宫把你制成仙好不好？这样你就可以一直陪在本宫身边。王妃，求你不要。走吧。山兄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没害过我。你记不记得一个人名叫沈静堂？对，就是那个卖香料的老头。
被你给凌迟处死。想起来了吗？那个人是我爷爷。所以你今天必须得死。叶秋，我刚刚在屋门口听到王妃给侍卫下令说，怕涂山隐一个人入药撑不了太久，要把我也抓入药。叶秋，求求你救救我！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叶秋。我把我10年的月银子都给你，叶秋，你让我当佣做马也行，叶秋，求求你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，叶秋！可以，不过以后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。好，你可不能反悔。当然了，你也不能反悔啊。你放心，燕秋，我肯定不会反悔的。燕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秋果，银锁已经解决了，等我利用完你，你也要乖乖的去死啊！你怎么突然划自己一刀啊？我是沈氏调香术的传人，我的血为奇效。那他天天都要调香，你得流多少次血啊？他最多只能用到孩子出生后。命格不够，怎么压得住沈氏血脉的奇效？本就阴损的调香术，再加上我的血，只会让他反噬得更加严重，加速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。到时就算是华佗在世，都无法复原。等我给苏令威调香结束，你来陪我演一出戏。本王不应该误会微微的，可他为什么总认不出当年他救我时穿的那件衣裳？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，他忘了吗？沈燕秋，王妃问你，你今天说自己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裳，是什么意思？不行，万一是个误会呢？这是我几年前的旧衣。几年前？你5年前可曾去过凌云山？可曾救过什么人？凌云山是我采香料的地方，我日日都去，那里地形凶险，我确实救过不少人。你可曾救过王爷？说。我是看王爷很眼熟，但我记不清了。难道真的是他？要我说的我都说了，可以放我走。那你把当年发生的事情一字不落的全部讲出来，再把玉佩交出来。时间久远，我连王爷的脸都记不清，又怎会记得细节？
啊，果然是你，那你这条命也别要了。住手！苏凌薇，你最大的底牌没了。住手！王爷，你就是燕秋。燕秋，我来了，我就是你当年救的那个人。你就是当年那个公子。当年我把爷爷送下山之后，就立刻上山去找你。可是我到那棵树下，你就不见了。难怪我看你眼熟。要是你能早点找到我就好。要是找到，就不会有苏凌薇的顶替，爷爷也不会走。对不起，这么多年我才找到你。还好，我想着要将玉佩物归原主，所以一直死神抬着，今天才得以死里逃生。没关系，本王来了以后，本王会一直护着你，也会把之前对你的亏欠都加倍补偿给你。秋果死，苏丽薇休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都是王妃夫妇这样做的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他说的没错，饶他一命吧。燕秋，你还是太善良了。本王现在就回府写休书，然后迎娶你过门。别，王妃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就算有清算，也要等到她把孩子生下来。不行，本王只能娶你一个妻子。能够与你重逢，我也别无所求。再说了，那是你的孩子。等本王封你为嫔妾，和王妃平起平坐，这样府里再也没有人敢轻视你。不过，王爷，叫我食言。食言，你也别告诉王妃，封妃的人是我。毕竟，我曾是她的奴婢，我怕她一时间接受不了。一切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再说。好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居然成了！沈王妃，您可比苏令薇当时更受宠呢。不要养伤，吩咐下去。前来探望的人，除了王爷，一律不见。是，我不想让苏令薇知道另一个王妃是我。是，苏令薇，我想看看你会做哪些可笑的、无谓的挣扎。平妻？那这个王府里岂不是有2个王妃了？居然跟本宫一起平起平坐！王爷不喜欢我了？不可能啊！本宫的脸比初见他时还要娇艳。这是为什么？涂山饮，多涂一点，王爷就会爱我了。多涂一点。苏令薇，你如今的用量早已是以前的几倍，是嫌反噬的不够快吗？真是自寻死路。王爷有几日没来本宫这里了？半月有余了。废物！本宫让你告诉王爷，本宫肚子痛，他也不肯来吗？王爷说有病就请大夫，找他来有何用？哟，王妃，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呀？啊，瞧我这张嘴，王府里现在有2位正妃，我不该叫你王妃，应该叫你苏王妃。你来做什么？
王爷半月专宠那位沈王妃，一步未曾踏入苏王妃的院中。今日我来看看您腹中的孩子怎么样了。没想到啊，王爷不仅不来看你，就连您腹中的小世子都不曾看一眼啊。对，本宫说肚子疼，他不肯来见本宫。但要是孩子没了，他一定会来见本宫的。只要他能见我一面，就会重新爱上我的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！侧妃，你怎么流血了？快去把王爷叫过来！你以为这次陆时衍来是你的救赎吗？他只会把你推向更深的深渊。快去把王爷叫过来！是。师爷，天秋，你怎么还穿着这身丫鬟的衣服啊？王妃的衣服太重了，头上还要戴几件头饰，我还是穿这身比较轻快自在。那本王改日再让他们给你做几身月影纱，那个穿着轻便。好。对了，师爷，苏王妃那里出事了，好像孩子。什么？我先去看看，在这里休息。等一下，有会。那我走了。苏令卫，你的脸快毁了，看得比命还重的陆时衍也避你如蛇蝎，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。人家马上就来了，他一定会继续爱我们。王妃够了，王爷应该很快就要到了。苏令文，故意的？怎么会呢？本宫又不知道你有孩子。侧妃，你怎么样了？还不马上就过来了？王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身上涂多少香料？怎么这么熏？太医，他怎么样？魏王爷，侧妃的孩子保不住了。孩子？侧妃怀了孩子？王爷，是苏令卫推了妾身。王爷，妾身根本就不知道侧妃怀了孩子，又怎么会去故意推她呢？是啊，王爷，明明就是侧妃想来嘲讽王妃，一时太得意了，才跌倒的呀，王爷。妾身没有。王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妾身是什么性子，妾身出身清贫，却当年还是在凌云山救下了你，又怎么会去害侧妃呢？况且小世子快出生了，我也好为他祈福啊！王爷，无论如何，侧妃都是在你的院子里出世的，禁足1个月。王爷，你怎么舍得我禁足呢？难不成你要本王废你的妃位吗？王爷，涂山医怎么回事？没有用的。任延秋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要挽回王爷，我不能失去他的爱，我也不能失去我的王妃之位。苏凌薇被禁足了。哦，他胆子可真大，侧妃跑到他院子里去，他还把侧妃给弄流产了，这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？
苏令威要是被禁足1个月，接下来王府里可就是沈王妃年最大了。秋果，你应当知道，我不是苏令威，我看中的不是你拍马屁的功夫，我要你告诉我苏令威的所有事情。怎么，你还想回到苏令威身边办事？苏令威为了维持美貌，对自己，对像我们这样的下人有多狠，沈王妃您是知道的。但是您不知道的是，他对王爷也同样狠。苏令威不是深爱着王爷吗？说明白点。他给王爷下了药，王爷无法生育。你说什么？苏令威入府1年之后，王爷迫于王太后的压力，要纳家世显赫的侧妃入府。彼时苏令威只有宠爱，但他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，便想在侧妃入府前先怀上孩子。但是他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，他让我出府找过好几个大夫来看，甚至托关系找了御前太医来给他把脉，但结果都是先天残缺，命中无子。所以他担心侧妃先他一步生出孩子，便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给王爷下药，让王爷失去生育能力。这样一来，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有孩子了。但是您来了之后，他找到了可以怀上小世子的方法，他就给王爷的吃食中下了解药。那侧妃肚子里的孩子是？肯定不是王爷的种。但是苏令威不可能为了扳倒侧妃向王爷坦白，所以只能将错就错，没有去揭穿侧妃，然后再找到真的可以怀上小世子的办法。这是他一直给王爷下的绝子药，王爷已经按理服用快4年了，前段时间才吃上解药，他身体里一定还有毒素残留。沈王妃，到时候你一定能扳倒苏令威。苏令威，你的恶毒竟然是天生的，连自己深爱的人都不放过。沈王妃，比起那些微不足道人命来说，这才是苏令威最大的秘密了。奴婢可是真心实意、完完全全投靠你了。秋果，你果然跟苏令威一样恶毒。来，把苏令威害过的人都写出来，写完了有赏。奴婢已经料到了这一天，所以早就准备好了。算你机灵，王爷赏我的东西你随便挑，以后就踏踏实实的跟着我。奴婢以后只跟着你，你让奴婢往东，奴婢绝对不往西。去吧。爷爷，就快了。你们不会枉死的。等时机成熟，我会为你们所有人报仇的。天秋，我来了。王爷，你藏什么呢？
我在学着写你的名字，你就别看了。我教你。专心点。念秋，本王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没有我，但是本王最擅长的就是等，我会等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。王爷，这都几日没来看本宫了，来人啊，快来给本宫梳妆熏香！人呢？好啊，一群白眼狼，本宫这才禁足几日，人就都跑了。等本宫重新复妆，我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王妃，燕秋，燕秋，你还在？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？我来帮你熏香。熏香，对，熏香，来，快来！我要重新赢得王爷的心。那个姓沈的算个屁！我可是怀了小世子。苏令威，你的死期就快到了。燕秋，还好有你在。放心吧，王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直到最后。以后苏令威的吃穿用度要尽全力克扣。他若是不满，你就告诉他是沈王妃执掌钟馗，有任何事情要及时向东。是。本王出门又要2日，有些舍不得。诗雅，公务要紧，我在府里等你，记得早日回来。好了，不是明日就回来了吗？等你回来，我就会写你的名字了。好，等我。苏令威被禁足多久？快满1月了。他府里的丫鬟也按照您的吩咐，每日克扣仪式，并且说是您吩咐的。现在苏令威对您的怨气非常，可以收网了。告诉那个丫鬟，这样苏令威就再无翻身之地了。又是钦差，背金呐！本宫可是王妃。哼，姓沈的那个贱人，想要趁着本宫禁足害死本宫，本宫偏不如他的意。孩子，本宫的小世子。我去找大夫，我去找大夫，记得叫王爷。
醒了。您昨夜差点早产，大夫忙了一夜，终于稳住了。王爷呢？王爷他人呢？又是那个贱人！沈王妃昨夜手划了个口子，王爷心疼的不行，陪了她一夜。贱人，贱人，贱人就是矫情！沈王妃，昨夜大夫忙活了一晚上，还好有您的香料，苏令威才没有落了胎，不然等王爷回来，您就成了罪人了。哦，对，苏令威快来了。苏令威，珍惜当王妃的最后一天吧。王妃，您还在禁足呢。王爷，妾身昨晚差点流产，您却在这里陪着沈王妃，难道妾身和妾身肚子里的小世子对您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了吗？王爷可还曾记得您对妾身的承诺？可还曾记得5年前妾身孤身一人将您从山崖上救下来？5年前明明是您救的王爷，怎么他还在这装呢？等会儿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及时跟我通报王爷的恢复时间。这段时间，沈王妃对妾身极尽可口，你也当作视而不见。王爷，妾身心里好苦啊！苏令威，你豪错地方了。王爷啊，早就从本宫这儿离开了。贱人，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！王妃不能闯，王爷吩咐了，沈王妃在养病，任何人不能前来打扰。你要是闯进去了，王爷会生气的。生气？他害本宫在先，本宫闯门在后，王爷怎么会生本宫的气呢？王妃，您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肚子里的小世子着想。王妃，您有了小世子，足以保您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。可要是小世子不受宠，或者王爷将世子之位传给他人呢？不可以！王妃，您马上就要生了，何必在这个节骨眼上给王爷找不痛快呢？王妃，这是王爷专门从宫里给你求来的金疮药，放着吧，本宫又没有受伤。燕秋，燕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该不会是投靠那个贱人了吧？王妃，我是来打探这个沈王妃的消息的。这个沈王妃的底细没有几个人知道，我怕您对上她会吃亏的，所以就自作主张来了。后来怕您生气，就一直没有告诉你。燕秋，果然还是你最忠心。那个贱人，沈王妃，秋果说王爷还未回府，若来宁院中，会以鸽子叫为信号。好了，我呸！一直挑衅本宫，本宫还以为他是个什么厉害的人物呢，结果连本宫的面都不敢见就跑了。哼！哎，王爷呢？王爷一早上匆匆离开了，好像是进宫了，说是明日会陪沈王妃用膳。你偷偷来这儿多久了？有什么情报没？没有。沈王妃的警惕心很重，她都不让贴身丫鬟伺候。不过前段时间我看到她的丫鬟在洗她的月事带，也就是说明她承宠这么久，还没有怀上孩子。哼，不会下蛋的母鸡。王妃，您空手就来了？难不成本宫还要带些礼物过来吗？王妃，您忘了，
您现在是有身子的人，他又没有怀上孩子，要是他不小心吃了点什么东西，永远都怀不上孩子，那这整个王府不都是您的天下了吗？对呀，这段时间本宫受了多少气，王爷不会一辈子都爱一个绝嗣的人的。可是要是王爷像上次那样迁怒本宫怎么办？您有孩子，他又生不了，就算是生气，那又能怎么办？燕秋，你果然是本宫最得力的助手。王妃，我去帮你盛一碗酒寒汤。啊，去吧。沈王妃，王爷已经骑马到长街口了，不需要一盏茶的时间，就快到府里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苏令薇身上的脓疮有多少？我伺候他沐浴的时候啊，他背后全是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告诉你，快成了。皇妃，汤盛来了。文房四宝，他会写字儿吗？他。这上面怎么会有燕秋的名字？苏令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姓沈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是谁演的自己？你该不会不认得吧？沈燕秋，这个该死的奴婢，你居然叫王爷食言！这可是他抱着我，一笔一画教我写出来的。你是个骗子！说你是在骗我，你还是以前那个下贱的奴婢！师爷虽然宠爱你，但他有对你这样温柔过吗？他有接受过你的不完美吗？师爷告诉我，我在他那里可以永远做自己，你可以吗？你过来，给本宫把他抓住！今天本宫要打死他！苏令薇，在决死命人，不要失望。王爷，不好了，爽妃跑到我们院子去了，爽妃可能会有危险。什么？本宫一早就看出你这个狐媚东西了。我之前怜惜你，对你心软，你一直离不在身边。看你还怎么得意！你明明也没有孩子，知道没有子嗣的痛，为什么也让我生不了？谁说本宫不能生孩子？明明是王爷不能生。不可能，侧妃就有孩子。本宫早在几年前就给王爷下了绝嗣的汤药，侧妃的孩子分明就是个野种。你就不怕我告诉他？知道这件事的银锁和夏荷都死了，你也跑不了。住手！王爷，苏令薇，你彻底完了。王爷，
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？王爷，你听我解释。王爷，本王明天回来，今天就可以跑到沈王妃的院子里取她性命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他可口。你没事吧？师爷，他刚刚说给你下了绝色的汤药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最爱王爷了，我怎么可能给他喝这么阴毒的东西？王爷，你别相信他，你别相信他，你想想5天前，本王全都听到了，还能有假？王爷是妾身口不择言，是吗？王爷，你就是借给妾身800个胆儿，妾身也不敢给您下药啊！王爷，奴有话要说。秋果，你怎么还……秋果，你不待在院子里，你跑这里来做什么？赶紧回去！住嘴！你说，王爷，你别信他，他不是我院子里的人，他早就被我给刺死了。你还有一句话是本王能听的吗？王爷，在曹王妃入府之前1个月，苏王妃就吩咐我和夏荷前去找大夫配制的这瓶绝子药，每天放在您的饭菜里。你之前一直说苏王妃府上的餐食有特殊的香气，就是这瓶药的香气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王爷，奴婢以性命起誓，奴婢所说句句为真啊！王爷，你要是还不信，你可以去找大夫，你体内一定还有残留的药物。苏令威，你还想怎么挣扎？欢迎来到地狱。苏令威，王爷，王爷，本王待你不薄啊！王爷，看在5年前我救你一命的份上，别跟我提5年前。对，就是我下的药，我只不过是太爱你了。你之前跟我说此生只有我一个妻，可你转头就娶了侧妃进门。你说母命难违，只要侧妃怀了孕，你肯定又会说母命难违。到时候你要把侧妃变成妻，我捍卫我自己的爱情，我有什么错？王妃，你可以别说了！啊，我说错什么了？看啊，没有侧妃，也会有一个跟我平起平坐的沈王妃。对，你没说错。本王这辈子只会娶一个妻子。止步！我要休妻。不，你不能休息！王爷，你不能救我！王爷，你不能休息，你不能救我！王爷，我还怀着你的孩子。他说的没错，他怀着孩子，你不能休他。陆时也还没看到你变成怪物的样子，更没看到你肚子里的那个怪胎，我怎么可能让他休掉呢？对，孩子，我还怀着陆家的血脉。叶秋，王太后是不会允许华家子嗣流浪在外的，先把他关进柴房吧。直穿用度和粗使丫鬟一样，等他生下孩子，再把他赶出府去。本宫哪都不去，本宫就要在自己的院子里。我是王妃，我是王妃。带下去。不，沈烟秋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才是王妃，我才是王妃。苏有为，王妃之位没有了，陆时远的爱也没有。等他再看到你那张脸，就离死不远。苏丽为阴险，侧妃淫乱，只有你的心思像水晶一样纯净，能让本王的思绪在你这里片刻停歇。是呀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就愿意陪着你。这是什么？桂花糕。
我从未说过喜欢，你怎么知道？府里经常送来一些桂花糕，可你每次看着他们都苦大仇深的样子，想必是府里的桂花糕你不喜欢。本王今日在外面又碰到了一家，便想着带回来给你尝一尝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呸！苏令威，你也有今天！秋果，本宫当时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在王爷面前污蔑我？待我不薄，待我不薄，就是在不需要我的时候转头取我的性命。要不是史艳秋，我早就死了。现在我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看我怎么整你！既然你不顾当时的主子情分，那等本宫重回王妃之位。重回王妃之位，现在在王府里面唯一的王妃是沈艳秋。要不是你肚子里边怀了个孩子，你早就被扔出王府当乞丐了。反正只要孩子安全生下来就行，你也不用去柴房了。以后我就在刑房好好陪你。这一巴掌是还你，动不动拿我撒气，扇我巴掌。这一巴掌是还你，让我大冬天跪在雪地里。这一巴掌是还你，要取我性命。我走，明天再来照顾你。快去找王爷，让王爷给本宫做主。王妃，你知道王爷是不会来了的。王妃，奴婢对不起您。沈王妃现在势头正猛，奴婢也不敢前来护着您。没事的，王爷他就是气过头了，等他气消了，再想起5年前我对他的恩情，他一定会让本宫重回王妃之位的。到时候本宫一定好好待你。等本宫生下小世子，我要让他们得好死。王妃，我相信您一定能重新挽回王爷的，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一点计划。这5年期间，王爷一直对您宠爱有加，怎么这1、2个月就性情大变，彻底爱上了那个沈王妃呢？对，这其中一定有人从中作梗。是香，对，是香。王妃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本宫所有的香都是沈艳秋调制的，而且涂山银有奇效，但后来在本宫身上就无效了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王爷突然让沈艳秋做了平妻。对，一定是沈艳秋给本宫的涂山银做假了，他自己用的涂山银才是真的，所以王爷才会爱得他无法自拔。那王妃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沈艳秋的涂山银是真的，那本宫产子当天一定要用涂山银。小世子，本宫的美貌，涂山银，还有本宫5年前的救命之恩，本宫赢定了。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拿到涂山银呢？只能等本宫现在出不去，就算能出去的话，也会被抓回来。那除非本宫生产，王爷很看重本宫肚子里的孩子，生产当天，本宫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去沈艳秋的院子，不是什么难事。到时候再趁机溜出去，给本宫拿到涂山银。只是这段时间委屈王妃了。没事，本宫受这点委屈没什么关系。本宫只不过是犯了那么一点小错，王爷一定会原谅本宫的。苏令威是这么打算的？
那他最近怎么样？他现在的脓包已经从后背长到整个前胸和整张脸了，密密麻麻的，看着十分恐怖。不过啊，刑房里光线昏暗，又没有镜子，他满脑子只有报仇，暂时现在还没有发现。反噬开始了，你尽管配合他就好了。接下来在他身边当差，辛苦你了。苏令卫，你马上就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，我会亲手把你送进地狱。苏令卫，你马上就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，我会亲手把你送进地狱。林秋，王爷，尝尝看，什么味道？快尝尝看好不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吃？好吃。好吃，那以后本王多给你买。没事，我不痛，我是心甘情愿的燕秋。燕秋，虽然你没有说，但你一定怨我，对不对？怨我为什么当年把苏丽薇错认成了你？怨我为什么娶了苏丽薇宫呢？把那么多的宠爱都给了她？怨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才认出你？小东，秋，我知道我犯了错误，我犯了天大的错。我也知道你爷爷去世了，如果我能早点认出你，说不定本王就能给他找到最好的大夫，得到最好的照顾，也不会让他那么早离开你。5年前，为了救你爷爷，迫不得已离开了我。后来到我们成亲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出现，我就知道你爷爷去世了。我不想调查你，是因为我想让你把这件事情都主动告诉我。燕秋，我不想让你戴着面具跟我相处，我想了解你最真实的情绪。不喜欢我也没关系，我会慢慢的陪着你，一点一点了解你的喜好。你也给自己一个爱上我的机会，好吗？我生产的时候，就是燕秋的院子里偷走柔春饮。王妃用膳啦！您现在马上就要生产了，可是一顿都不能落下。是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我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的脸，我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也会变成这样？不行，我要看我的脸，快去给他泡个大水！不可能，一定是错觉。对，就是错觉。王妃，我的脸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就前2日，我怕您情绪太激动，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小世子，就没告诉您。对。王妃别崩溃，咱们还有香呢。对，本宫还有香啊！之前本宫的脸被反噬的时候，一熏香就好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涂山隐那可是香中之王，本宫的脸会好的。好，一熏香就好了。一熏香就好。对呀，你也可以用香。让沈夜秋变成一个大怪物。谁说
说只有他沈燕秋能用香，本宫也能用。沈燕秋之前说过，沈氏调香术只有沈氏后人才能调配，若是他族异类调出来的，再给其他人用，必然遭到反噬。上次我的脸遭到反噬，就是用了夏荷调的香才这样的，满脸都是脓疮。哎，对呀，你去沈月秋的院子里去偷香，然后让本宫来调香，调出来的香都洒在沈月秋身上，我倒要看看王爷喜不喜欢他这样的怪物。可是王妃，奴婢现在是您的人，又怎么能进得去沈王妃的院中？对呀，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？经过上次的事以后，王爷对沈王妃格外的看重，在院中加了很多的侍卫和家丁。贱人，那就等本宫生产的时候再行动。到时候，本宫尽力拖住沈燕秋，你就偷偷调香。啊，记住了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把涂山影偷走。如果涂山影偷不走，那就放弃，然后把沈燕秋的香料都偷过来，调好之后给本宫。要是本宫不能复宠，本宫也不允许他沈燕秋受宠。将沈氏调香术用在沈氏后人身上。沈氏后人从小在香中跑大，香就是命，除非调香害人，香能对我有什么反噬？苏令卫也真是个人才，看来他已经被逼到绝路上。王妃，那奴婢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都依他所说的做。王爷马上就会看到他恐怖的样子，最后的时间就让他活在幻想里。只有幻想更美好，现实才能让他彻底崩溃。是王妃，苏灵薇还有2天就应该要生产，您做好准备。上次那阵风是我的错觉。苏令卫，依约残暴成性，以尸体伐于家常，动辄迁怒于下人，或掌掴，或鞭笞，甚至以烙铁烫肤，惨叫声日闻于院内。2曰草菅人命，世人命如草芥，数年之内，死于其私刑者已达数百人。府内冤魂不断，其罪罄竹难书。3曰我不王法，乱尊卑之序。我会助你报仇的。本宫要生了，快去告诉王爷！等一下。你去告诉王爷，本王府的第1个孩子不能在新房里生。本宫的王妃府已经荒废1个多月了，本宫要在沈王妃的院子里生。快让他去接本宫过来！王爷，苏令薇要生了。什么？苏令薇要在沈王妃的院中产子。师爷，就让他来吧。这个是5年来对王府第1个孩子。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倒是你，等会儿可不要被苏令薇和她生出来的孩子给吓到。师爷，你别着急，苏令薇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刑房里什么都没有，苏令薇，你该怎么藏住你那张怪物脸呢？
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现在已经没有香药可以治你的脸，你还能躲多久？你把脸包着干什么？妾身自知惹恼了王爷，王爷定是不愿看到妾身的脸。你已经不是王妃了，不要再自称妾身。若你实在是思念小世子，也可以留在府中做世子的奶娘。好了，赶紧过去躺着。王爷，王爷您就别进去了，等会儿生产的时候，产房里全是阴浊之气，到时候您的阳刚之气会被阴浊之气吞克的。那你还非要到燕秋的院子里生产，你是专门克他？是呀，你还是去外面等着吧，有任何情况我都会通知你的。好。沈燕秋，看本宫等会儿怎么收拾你！秋果，秋果，我记得你有接生的经验，对不对？那等会儿你来为他接生。好。涂山影，调香。躺好了。哎，他想要什么，你全都给他。等最后发现什么都没有用，不知道有多滑稽。沈燕秋，沈燕秋，你过来，我要你陪我。在你生产这么脆弱的时候，还要我陪你，你就不怕我看你？不在我眼皮子底下，我还不放心呢。你要敢动我，我就在王爷面前告你一状。哟，瞧你这汗，现在就别遮着脸了。你别动我的东西！好了吗？孩子生出来了吗？王爷，丫鬟正在整理床铺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孩子还得擦干净身上的血水呢。这孩子怎么？不愧是沈氏调香术，居然生出如此恐怖的怪物。美妃啊，成了。是真的涂山野。沈燕秋，受死吧！怎么？被本宫的脸吻到了？这是香料。沈燕秋，没想到吧？你成在调香，败也在调香。刚才我给你撒的是别人调的香，你就等着被反噬吧！不要，你为何如此恶毒？我这就叫王爷进来，让他看看你满脸脓疮的恶心样子，看他还会不会爱你。我已经用了足够的涂山饮，到时候王爷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我的脸，我的脸！王爷，进来吧。左领尉，用完涂山饮，不知道照照镜子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脸怎么还是这个样子？我可能……好了吗？王爷进来了。王爷，你等一下！叶秋，发生什么了？等一下，王爷，马上就快了，马上就快了。快什么？快和你一样，
变成一个怪物。你不许说本宫是怪物！你为什么会变？为什么？孙雨薇，你忘了我是调香术的传人，你真以为撒在我身上这些香料就会让我遭到反噬吗？所以你不会遭到反噬。你算计我！孙绿薇，你开门！人家说做什么？让王爷看到我的脸。你开门！要不要把你的怪物儿子一起藏起来？燕秋，你没事吧？我在门外听着孙绿薇跟发疯了一样。我没事，只不过我让了一个怪物，不能让王爷看到。孙绿薇，干什么？这是本王的儿子，我的孩子怎么长得这么可怕？师爷，你一直乐善好施，是不是他做了什么孽？这些报应都应在了孩子身上。孙立威，孙立威，我看你怎么逃。这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我什么也没有做。本王当年太纵容你了，你是不是害了很多人，才让孩子变成了这样？我没有，你胡说！跟奴婢一起长大的夏荷就是被你害死的。还有其他桩桩件件，你手上的人命早就已经数不清了。叶秋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，夏荷确实是死于他手。你为何如此恶毒？对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那就让我自己去赎罪吧。哼，藏了这么久，也该让石眼看看你的真面目了。对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那就让我自己去赎罪吧。你的脸怎么也变成怪物了？好恶心！孙良伟，你的脸怎么会如此恐怖？王爷，妾身只是中毒了，你不要掩护。不要拉石眼，你脸上这些东西，该不会会传染吧？看来你做过的孽，不仅报应在了孩子身上，也报应在你自己身上。如果你继续在王府待下去，那整个王府都会被你给毁了。想不到本王这么多年都跟你这样恶心的人在一起。王爷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之前在凌云山，我救了你的命，我用生命去害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住嘴！当年在凌云山救我的是燕秋，到底还要拿这件事情要挟本王多久？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王爷突然封你为平妻，不是因为涂山隐，是因为他知道救他的人是你，对不对？还好本王没有被你蒙蔽太久。既然你5年前不出现在这里，为什么现在才出现？为什么要夺走我拥有的一切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有我在，休想靠近燕秋半步。爷爷，你看到了吗？孙女为你报仇了。王爷，你真的不害我了？本王爱的一直都是燕秋，反倒是你冒名顶替，让我和燕秋白白错过了5年，真心错付。你真是好狠毒！要不是燕秋一直在帮你求情，本王早就把你赶出王府了。到现在都不行了，还想着害燕秋？我一直以为你爱的是我，疼的是我，宠的也是我，结果你只是爱那个救你的人。
那我们这些年的感情算什么？到底算什么？事已至此，本王已经不想和你再纠缠了。你自行离去吧，不要让在本王看到你。是呀，那个孩子该怎么办？本王先带着他去向母亲复命吧。母亲还等着抱孙子呢。可母亲如今年龄又大了，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刺激？苏林威，你干什么？王爷，孩子好像没劲儿了。奴尚且不识字，你又何必将他……我不会生下一个怪物的。罢了，找个好点的师傅，把孩子送走吧。王府里生出这样的孩子，也是一件丑闻。母亲见不得也好。至于苏林威，把我赶出去。是呀，你先去给母亲复命吧，这个我来处理。苏林威，你认识我？是我的仇人。不错，你才是我的仇。沈金堂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那个卖香料的老东西。那是我爷爷，他进府为你调香，仅仅是拒绝了为你使用调香术，就却将他灵芝致死。你接近我，是为了复仇？对。为什么自我进府以来，你越来越不顺呢？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调香术阴损至极，从我为你调的第一炉香开始，你就注定会变成一个满身脓疮的怪。这个毒妇！毒妇，我可不敢当，还有更多的。你要听吗？你生下的怪胎是我做的，我求石眼放过你是不假，但也是为了更好的报复你。你身边这个忠心耿耿的丫鬟，也是为了眼线。这几个月，我对你的行动了如指掌，但也继续配合着你演戏。你就像是一只逃不出我手掌心的老鼠。苏凌飞，你好滑稽，好可怜呐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只会杀人！我要诛心你所珍视的一切，华丽的宠爱。王妃智慧，动人的容貌，我全部都要摧毁掉，让你这辈子都无翻身之地，我让你永远被所有人唾弃。我要杀了你！秋果，我本来也是打算杀了你报仇的。王妃，奴婢不知道他是你爷爷，如果知道的话，一定不会逼他进府的。你就看在奴婢是他是爹我已经忠心耿耿的份上，你就饶了奴婢吧。你跟孙灵一起走吧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王妃，你就饶了我吧，王妃。王妃，你留下奴婢，奴婢之后会为你拜岁的。王妃，你应当知道，我很会用刑，你不想我走到这一步。二位，请吧，不要让侍卫用棍棒把你们赶出王府，那样可不太好看。我不走，本宫是王妃，本宫就应该待在王府里，我也要复仇。秋果，哎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渴了，我想喝茶。
你就给我倒一杯嘛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好不好嘛？别生气了，放不开。别哭。哎呀，你好凶。不理你了。哎呦，我们玩嘛。王妃，秋果毕竟伤害了您的爷爷，还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百姓，这个惩罚对他来说会不会太轻了？被一个疯子纠缠一辈子，也够。母亲怎么样了？还是受了刺激，我安慰了她好几天，终于好些了。生出这样的怪胎，也确实罕见，母亲一时接受不了，也很正常。不过幸好没有被他看到。是啊，自从苏立威给我下毒的事情暴露之后，侧妃一直心神不宁，已经自请和离了。宁秋，你现在是本王唯一的妻子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，一生一世，一双人？我身子不大好，可能会先你不离开。为何？本王找他以为你医治，没用的，这是我用调香术复仇的代价。这普天之下能人异士那么多，我总能找到为你医治的法子的。那这偌大的王府，你不要了？不要，本王只要你。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爷爷，您可以安心了。等10年后，我去天上找你。